就是他。小二，怎么还不上菜？我还赶路呢。姑娘，功夫不错嘛，啊，长得也不错，好个轻薄之徒！多谢姑娘夸奖。姑娘，手法不简单呢。少废话，开剑！姑娘，小心点。放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姑娘，赶快把信交出来。堂堂男子汉，竟然这样欺负一个弱小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你找死！傻小子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！别添乱了，快走！我为什么要走？这些安禄山的走狗，谁不想杀而快之？谁都别想走！快把东西交出来！请问，外面的可是河间剑客段贵章段大侠？不敢。段某已经绝迹江湖20多年，今日你我在此相见，既是有缘。不过段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公子是否答应？段大侠，你是想让我放了这2个人吗？正是。段大侠，把书信带走，事关重大。姑父。
父，跟我走，哎，喂，快点儿！好了，好了，义父，前辈，嘘，姑娘，你的信。刚才是你假扮姑父？嘿嘿，是啊，那个人的武功高强，我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，我只好装扮你姑父来吓吓他了。王龙克是安禄山的帐下走狗，算是第一高手了，帮他统领那些武林败类，也帮安禄山做一些不方便出面的事。啊，那就对了。那这封书信就是安禄山想要的东西了？假的，他不过是利用你避开王龙克。哦，多谢前辈相助，刚才事出无奈，望前辈见谅。不过这封真正的书信事关重大，所以我不便告诉前辈来龙去脉。啊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那好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就出发的时候怎么交代你们的？公子吩咐，发现目标不可轻举妄动。结果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轻举妄动，放走了对手，应该怎么处罚呢？公子，属下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下次？没有下次了。公子，这就是不听号令的下场，知道吗？是。前面不远就该到你姑姑家了啊！哈，哎，义父，姑父当年是不是威名远播呀？今天那个王龙克见到姑父的暗器，都吓了一跳。那是啊，20年前段规章那可是河间剑客，论剑法，天下无双啊！纵横天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执席之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不亦乐乎？教授先生，我请问你，段规章段大侠是不是住在这里啊？段大侠我没听说过，段规章嘛，我倒是认识。哦，哎，那段规章家前面还有多远啊？不远，100拐杖。100拐杖？你们这里说路程不是论里的呀？多少里路啊？论理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论理你就该下马问路，啊！不懂礼貌，该打100拐杖。好，好，算我不对。完了，完了！吁，义父，你这个混小子跑这么快干什么？到头来还不是得等我呀？哎呦，规章啊！哈哈哈。
哈哈哈哈！贵长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出山帮忙的。二哥，你不是北方绿林领袖吗？谁还敢跟飞虎山过不去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上个月来了一个叫晶晶儿的前来拜山，语言之间很不客气，叫我让出山寨，那我当然不肯了。那他就约我跟他比武。哎呀，结果呢？你二哥技不如人呐，被人打败了。这个晶晶儿的武功有这么厉害吗？哎呀，他有跟我约定1个月以后再次比武，要是我输给他，我就得把我这个山寨让给他。贵长啊，现在只有你才能对付晶晶儿了。二哥，你不要着急。贵长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二哥，20年前，我把摩勒送上山，多蒙你收留摩勒，这份养育之情，贵丈一直记在心里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恐怕我无法相助。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贤娘，你也不必去为难贵丈。哎，生死有命，山寨里的事情，哎，我们自己解决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大不了山寨，我们不要了嘛。哎呀，二哥，啊，是这样子，那可太好了！他可别走漏了风声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伯乐，咱们走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走了。姑姑，后会有期啊！都怪我呀！这事儿都怪我，我不该用你的名号去下那个王龙客，结果把安禄山给引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义父，不用想这么多了，咱们这就找安禄山要人。说的是啊，我今天就是拼了老命，也要把县娘救回来。二哥，摩勒。二哥，摩勒是个年轻人，冲动是可以理解的。可你应该知道安禄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咱们这样去要人，就算搭上3条人命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哎，一定要计划周详，才有可能救出县娘。来，二哥，帮帮我。好，姑父，我帮你取剑。好，当心点啊！啊，当心啊！你当心，小心点。哎，找到没有？还没有，等一会儿啊！我找到了。啊，好。姑父，你的剑。来，好，我拉你上来。破阵啊，破阵！没有想到你我还有再见的时候。王会长，给我出来！想请前辈到王爷府上做客。范阳那么远，我怕是去不了啊。前辈只需到长安的王府即可。
不过，段前辈，你武功高强，我怕惊动了王爷，所以，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想怎样？请前辈自断右臂。什么？还有屁！恕难从命。贤良，县长，段前辈，你看，是你的右臂重要呢，还是尊夫人的性命重要？姑父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！如果你自断右臂的话，你和姑姑只能任人宰割了。姑父，姑父，奎成，姑父，你不能够奎成，奎成，姑父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义父，你不是老说我打不死吗？莫乐，段前辈果然武功通神，在下甘拜下风。如果想见尊夫人的话，晚辈在长安东平郡王府恭候。走，走。哎，客官请进。这又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从昌盛酒楼出来的时候，这家伙就一直跟着我们。刚才我们分手，他还一直跟着你呢，他却不知道我一直跟着他。哼！少侠饶命！少侠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到底想干什么？小人是东平郡王，安排在长安的韩少。刚才少侠到处打听王爷府邸，小人跟踪而来，是想看看少侠究竟是何来路，也好回去向王爷禀告。原来如此。哎呦！哎，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多谢夏姑娘，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夏姑娘费心了。今天晚上有这家伙带路，也不劳夏姑娘带我去安禄山的狗窝了。那好吧，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就到秦将军府上来找我。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别！你们抓回去的段夫人，关在什么地方？小人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真的不知道啊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还以为遇上了看家狗，却原来是同行啊！哼，那好，见面分一半。我要这个干什么？谁跟你是同行？不是同行，你干嘛也这么小声说话？我是另有目的。我可不是小偷。我也不是小偷啊，我是飞贼。我就是江湖人称虽无彩凤双飞翼，来去不留半点痕的燕子飞，王燕宇，请教大哥名号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跟我不是同路人，你也不用知道我是谁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你的东西，那不是我的东西，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不干你的事。哼，好玩，有意思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哪儿呢？那边，走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嘘，跟我走。快点，进来。好啦，现在没有人了。你快告诉我，你来这是干什么的？快说嘛！你想干什么？没有什么呀，我就是想知道嘛。跟你没关系。喂，是跟我没关系啊，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嘛，因为好玩啊。我办的是正事，没什么好玩的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准再捣乱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不过，我就是要捣乱，我就是要去。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除非你能告诉我。你要是坏我大事，我一刀斩了你。看你的眼睛，就不会杀人的样子。反正我不会告诉你。喂，你不要这样嘛！哎，要不我们打赌好不好？哎，那我们比力气好了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比力气？嗯。怎么个比法？很简单啊，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，随便你挑一样，只要是能够拿得起这样东西的人，就算赢了。那是两个人都拿不起来呢？那也算我输了，好吧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先拿，你拿完了以后我再拿，两个人必须要拿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不许耍赖的啊。一个人拿的时候呢，另一个人不准动。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你是女人，你先举。哎，你真的答应了？你要是输了，可不许再缠着我。好啊，我先去举啊。哎，我举的时候你可不许动啊。举吧举吧。哎，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哎呀，不要动！干什么呀你？好了，你现在把你自己举起来吧。
你耍诈！我怎么耍诈了？我说过，这屋子里的东西都可以拿，你不就在这屋子里吗？你有本事把自己举起来啊！我自己怎么把自己举起来啊？举不动，那就是你输了。好，算我输了。哎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来救人。救人？那你救的是什么人呐？救你的意中人吗？你问我什么事情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剩下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我可以帮你的。哎呀，不是，真的有王府地图？你看，这里写着“地牢”2个字，说不定你要救的人就被关在这里面。也许。完了，姑父。啊！这么说你是他姑父，那就不是他的老相好被抓了，是你的老婆，他的姑姑被抓了。哎呀，真是奇怪呀，这个安禄山干嘛要抢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妇人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的夫人一定是美若天仙吧？你少说2句。哈，姑娘，那你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我就是江湖人称“虽无彩凤双飞翼，来去不留半点痕”的燕子妃王燕宇，就是区区在下普才啦。他去安禄山那里偷东西？不是偷，是取。哦，他刚才带我去取安府地图。哈哈哈，如此，要多谢姑娘相助了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江湖儿女嘛。我姑娘，夜深了，姑娘请回吧。那你们不去救人了吗？我们要去救人，只是不敢劳烦姑娘。但是我帮他偷的地图啊。救人可不是去玩，姑娘还是请回吧。姑父，咱们出发吧。莫乐，今日一去，大事凶险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记住，这本破阵剑谱就传给你了。姑父，不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莫乐，记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绝不能贪生怕死。别着急，将来还有很多生死考验等着你。姑父走了。高翁，怎么不舒服？
不，老奴原本是奉旨前来宣召王爷进宫，可现在怎么了？现在，哼，送你去阎罗殿。快上！快上！抓住他！父王，快上！快上啊！高翁，快上！在哪儿？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高翁，请坐，护住高翁。先生，请亮兵器吧。这便是我的兵器。拿下！上啊上啊！安贼，快把新娘交出来！嘿嘿，休想！一命只能换一命。谁敢上前，我就杀谁！我来。哼，铁家开山刀法，你认得就好。开山刀法，好久不见。你是铁昆仑什么人？你见识过先父的武功？先父？这么说，你是铁昆仑的儿子了？正是。可是铁昆仑已经死了。但铁家开山刀法还没有失传，还可以杀尽你这帮狗贼。就你这样的武功，只怕马上就要失传了。那就试试看。
九元夏灵霜前来拜访。你就是郭子仪的妹妹，夏姑娘好大的胆子呀！姑父，你要不要紧呢？姑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因为我身上有一封王爷的信，本来是我姐夫委托我去交给皇上的。不过现在我想用这封信向王爷你换2个人。就是这2个人，还有我姑姑。那就再加1个。1封信换3个人，夏姑娘，你太会做生意了。王爷也可以不换呢。就算换，总得让我看看真假吧。白纸，夏姑娘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上个月你给我姐夫的那封信，现在完璧归赵。父王，给我拿下！拿下！慢，安王爷，这信是同一封信，不过这信上的毒比你上次给我姐夫的时候又多了2位，解毒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了。如果没有我的解药，安王爷你自己怕是解不了的。你要怎么样？解药换人。好，这2个人你带走。还有我姑姑。就这2个人，换不换？换。闪开！快闪开！快闪开！驾！夏姑娘，你慢点，我姑父的内伤经不起颠簸啊！办不得，安禄山一定会派人来追击的，快跑！驾！长安城里，他还敢当街杀人不成啊？安禄山那种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？驾！驾！王洛克，你当真无耻！我在上面睡得好好的，这谁把我给撞下来的？我这老叫花子、老胳膊、老腿的，这可摔坏了，谁撞的呀？嘿，是你呀！站好！哎，是不是你？是我，老人家。可是我是被他给打过来的。他打你，你就来撞我呀？那我打你，你去撞他？好。
前辈武功高强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嗨，我一个老叫花子，有什么姓名不姓名的啊？哎呀，公子，御林军快到了。好，既然是皇甫前辈出手，晚辈先行告退。哎，夏姑娘，有缘再见。我看你呀，长得像我一个故人，你是不是姓铁？晚辈铁摩勒，皇甫前辈失得先父。啊，铁昆仑没有跟你说起过我？晚辈不幸，很小就父母双亡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黄甫松啊，一辈子就你爹铁昆仑一个朋友。哎呀，可惜他死得早啊。不过，今日得见故人之子，老夫心里也安慰了。皇甫前辈，御林军马上就要到了，有什么话我们换个地方再说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！我这老叫花子生性散淡，哎，不跟你们掺和了啊！哎嘿嘿，哎，傻小子，我可要告诉你啊！你要好好练练你们铁家的开山刀法。你现在啊，连1/10都没有掌握好呢，啊！哎，好，好好练啊！哎，前辈，什么事啊？前辈对我家的开山刀法很是熟悉。哎呀，当然熟悉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你爹，我们两个呀，天天在一起切磋，怎能不熟啊？那我想向前辈请教刀法精要，要怎样才能找到前辈啊？孩子，你我两个呀，有缘自然会相见的，啊！哎呀，御林军来了，你们快跑吧，我可是害怕呀！啊！哎呦，前辈，段大侠，凌霜本是低微，只救了你和铁摩勒，尊夫人现在还在安抚。夏姑娘，能把我们2人救出来，已经是了不起的本事了。哈，段某自愧不如啊。姑父，那个杨木劳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武功真是深不可测呀。他的武功亦正亦邪，我也搞不清楚他的来历。不过对这个人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说不定你以前曾经和他交过手。不管怎样，此人是我平生遇到的一大劲敌。有他在安贼身边，不管是刺杀安贼，还是去安抚救人，都将是十分困难的。段大侠，先不要着急，好好在我这养伤。说到安禄山这个人，在下对他还是颇有了解的。安禄山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粗鲁，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。他留住尊夫人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牵制住段大侠。我想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为难尊夫人的。等我把这封信交给皇上，他这王爷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。你还没有把信交给皇上啊？小兄弟啊，这皇上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。他跟贵妃娘娘去了华清池，今天晚上才能回来。即便是反信交上去，也不会马上就有效果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见机行事了。你呀，先在这里安心陪着段大侠好好养伤。
这件事啊，我们以后再从长计议。秦将军说的是。安府的戒备大大加强了。是啊，小心行事。走，看看去。走，快脱了衣服，带我们去地牢。要是敢说花招，一刀斩了你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走。哎，张海，你不是在前院当值吗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那个王公子说怕今夜有人来地牢救人，叫我带这2个兄弟来加强防卫，在里边看着人犯。人多自然是好一点嘛。那我们进去了。好。是你？别动！别动！夏姑娘，真是有缘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上当了。王龙客，枉你也算是江湖中人，却也要以多胜少吗？我可以跟你单打独斗，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得乖乖的留下来陪我作伴。哼，你先赢了我再说。怎么了？追！是，快！我们分头走，秦江府见。分头追！是。快！你跑不了了，不如束手就擒吧！站住！有刺客！刺客在后面！啊，抓刺客！快，抓刺客！站住！春菜，没长眼睛！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来帮你救人呢。你穿成这样，就该大摇大摆的走路，哪有卫士趴在树上？我一猜就是你。行了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我不是来捣乱的。哎，我知道你姑姑关在哪儿。啊，真的？我带你去。好，走。18匹马纵横疾驰，来到了鸡鸣镇最大的酒楼。为首的官差二话不说，抓起店小二的胸口举在了空中，接着用力一抛，踢飞出去。商人打扮的铁摩勒正要相救，就被义父以筷子打中小腿穴道。铁摩勒就要上前教训这帮仗势欺人的混蛋，义父却紧紧踩住了他的衣襟，示意不可冲动。便在此时，楼上一条好汉厉声怒斥，抽刀横劈而下。为首的官差和17名手下立即飞杀上前，与之斗在一起。只可惜这草莽好汉空有一腔侠义热血，武功却并不如何高强，3两下就被击败擒拿，受了极严重的内伤。几位大爷，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。废话，给我脱！脱什么？脱衣服！铁摩勒见这帮官差简直畜生之极，恨不能立刻就让他们血溅当场。随后
酒楼内所有的人被关押进了后堂。铁摩勒的义父看出这18名官差乃是东平郡王安禄山的手下，他们逼酒楼老板和小二脱掉衣服，必是要改装假扮拦截进京的重要人士。于是为了众人的安全，便让铁摩勒打开窗户让他们逃生。可铁摩勒想到这些官差拦截的人必定是反安禄山的好汉，不忍他们落入贼手，便要相助。况且自己父母也是死于安禄山之手。可义父却一再强调，这次下山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千万不能节外生枝。而他义父正是北方绿林盟主飞虎山寨主窦令侃。而父子俩正说着，迎面就驶来一匹神骏非凡的宝马，马背上坐着一个英姿飒爽的红袍女子。窦令侃一见这神驹，便忍不住兴奋地夸赞起来，让铁摩勒好好看看。哪知一回头，铁摩勒却不见了踪影。而那红袍女子风驰电掣，恰好来到了那家最大的酒楼歇脚。假扮老板的官差展开画像一对比，正是安禄山下令拦截之人，便示意手下上菜动手。店小二端起烧鸡往红袍女子身上泼去，接着抽出匕首刺落。红袍女子眼疾脚快，左脚踩住他手臂的同时，仰身避开了酒楼老板横削而来的快刀，然后单掌撑在桌上，先后击退了店小二和老板。哦，你们是安禄山的人？算你有见识！既然知道我们是王爷的手下，也就知道我们想要什么。快把东西交出来！休想！红袍女子满眼不屑，立即施展一鹤冲天的绝技，与18名官差斗在一起。稍稍纠缠一会儿，便长剑出鞘，一击击中了为首的官差。接着双脚勾在柱子上，发射出3枚金弹，击中了3名官差。其他官差瞅准时机，奔到楼上袭击。红袍女子借力飞跃，脚一沾地，就发射金弹击杀了偷袭自己的官差。接着左手一扬，右手长剑将3枚金弹击向为首的官差。哪知刚到跟前，就被一把突然出现的铁扇阻挡。接着就见一白衣公子绕梁飞舞，翩翩潇洒地将铁扇接在手中。姑娘，功夫不错嘛，长得也不错，好个轻薄之徒！多谢姑娘夸奖。红袍女子当即连发3次3枚金弹，可都被这白衣公子以精湛身法避开。而他正是隋末18路反王之一王世充的后人王龙克，现为安禄山手下第一流高手。此时见识了红袍女子的金弹，轻蔑之余，便施展铁扇领教起了其他武功。红袍女子已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便使尽全力拼斗。可不论她剑光如何闪烁，剑招如何变化，始终逃不出王龙克铁扇招式的笼罩，还被数次调戏。你想干什么？姑娘，赶快把信交出来。忽见一野小子多管闲事，王龙克厉声怒斥。可铁摩勒比他还愤怒，扬言要杀光他们这些安禄山的走狗，然后挥舞开山刀，施展家传开山刀法杀了过去。红袍女子只看了一眼，便知他武功稀松平常，只是性子倔强，不肯服输，便劝他离开。可铁摩勒根本不听劝，边骂边战。红袍女子只好与他合力对战王龙克。王龙克胜券在握，铁扇凌厉挥舞之间，不再像之前那般打斗调戏，而是逼迫红袍女子将信交出来，同时掷飞铁扇向铁摩勒杀去。眼见形势危急，一把匕首忽然将铁扇钉在了柱子上。请问，外面的可是河间剑客段贵章段大侠？不敢，段某已经绝迹江湖20多年，今日你我在此相见，既是有缘。不过段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公子是否答应？王龙克知道他是要自己放了铁摩勒和红袍女子，便说他名满江湖，不如现身相见，等请教完再放人不迟。而那红袍女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忽然将书信扔出窗外，说事关重大，让段贵章赶紧拿信离开。王龙克一急，立即飞身去追。红袍女子则趁机拉着铁摩勒就要离开，可铁摩勒却迟疑不走，因为段贵章正是他的姑父。哪知红袍女子却说刚才那人不是段贵章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
红袍女子来不及解释，带着铁摩勒奔出许久后，才说从刚才那人发射匕首的手法看，功夫还不如王龙客，所以必定不是段归章。至于他扔出去的书信也是假的，就是要利用那人引开王龙客。而他本人则是九原太守郭子仪的密使夏凌霜，奉命将安禄山谋反的书信交给清廉剑客李白，继而转交玄宗皇帝。不一会儿，铁摩勒的义父窦令侃就追赶上来。原来刚才冒充段归章的人正是他，他已摆脱了王龙客的纠缠，和夏凌霜别过后，便带着铁摩勒前去找真正的河间剑客段归章。教授先生，我请问你，段归章段大侠是不是住在这里啊？小伙打听姑父的下落，可他万万不会想到，眼前的教书先生正是他的姑父段归章。段归章见他骑在马背上问路，很是没有礼貌，便告诉他段归章家离这里有100拐杖的路程。100拐杖？铁摩勒一脸懵逼，他向来知道路程是用礼的，而非拐杖。接着就从段归章的言语中猛然察觉自己失了礼数，段归章才如此戏怒，便赶紧下马赔罪，重新询问段归章家怎么走。向前走第3家就是。铁摩勒拱手道谢，正要离开，义父窦令侃就追赶上来，一看到教书先生，就忽然双眼放光。哎呦，归章啊！哈哈哈哈！二哥，铁摩勒万分诧异，才知这教书先生正是自己的姑父河间剑客段归章。而段归章得知他就是摩勒，也是无比惊喜，因为当年就是自己将他交到窦令侃手上的，想不到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当下便欢喜地带他回家去见妻子谢娘。谢娘是窦令侃的亲妹妹，一见到哥哥和铁摩勒，欢喜地流下了泪，因为自上次一见已有10几年。而窦令侃此次前来，是因为自己的飞虎山被一个叫做晶晶儿的挑衅，要夺了山寨，自己不是对手，这才想请段归章这个天下第一剑客出山助阵。可是段归章却以归隐田园，不想涉足江湖恩怨为由拒绝了他。铁摩勒见自己这姑父也太无情，便十分冲动地让义父不要恳求，夺门而去。而谢娘眼见哥哥负气离去，十分着急地让丈夫一定要帮帮他。可其实段归章心中已有了打算，因为晶晶儿敢只身挑战飞虎山，背后一定有人支持。而飞虎山的旁边是范阳，乃是安禄山的老巢。安禄山野心勃勃，若是起兵造反，定然会占领飞虎山作为大本营。所以说晶晶儿一定是安禄山派去的。我们跟安禄山仇深似海，如果我们贸然出手，安贼知道了，肯定会大力进攻飞虎山，说不定会将事情越闹越大，更加难以收拾。所以段归章决定不公开露面相助窦令侃。而他之所以让窦令侃失望而去，就是因为窦令侃喜欢喝酒，万一酒后食言，加上铁摩勒性子冲动，若是将计划泄露出去，安禄山定会严加防范。谢娘见丈夫原来早有打算，便迫不及待追出去相送哥哥，最快地将这个计划告诉了他。窦令侃听后狂喜大笑，一路上除了高兴还是高兴，美酒更是喝了一坛又一坛。而喝得正尽兴，段归章忽然赶来询问妻子去了哪里。他早回去了啊？没有啊，马回来了，可是人没有在啊。察觉事情不对，窦令侃赶紧带段归章返回刚才和妹妹分别之处。见此地有打斗痕迹，根据留下来的蛛丝马迹，段归章料定是安禄山手下的王龙客掳走了妻子。窦令侃更是自责，要不是自己冒用他的名号吓唬王龙客，也就不会引他来此，便决定就算是拼了老命也要救出妹妹。可段归章却说这事儿怪不得他，因为自己和安禄山在20年前就结下了仇。20年前，他河间三峡由于替边关百姓惩戒安禄山，遭到安禄山袭杀。一场大战下来，史亦如夫妇和铁昆仑夫妇惨死，段归章夫妇杀出一条血路，而三家的孩子只救出了铁昆仑的儿子铁摩勒。事后，段归章夫妇四处寻访自己的儿子和史亦如的女儿，却始终没有下落。加上数次刺杀安禄山失败，段归章夫妇便心灰意冷，
决定弃剑归隐，于是将铁磨勒和开山刀法交给窦令侃，让他抚养铁磨勒长大，传授武功，自己则从此退出江湖，成了一介书生。此时回首往事，段贵章想到妻子被掳，奸贼当道，哪里还有安稳的日子，便决定重出江湖。那么段贵章重出江湖又该如何救出妻子？请看下集讲解。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，铁血在此深情感谢。小伙在井中捞出一把上古神剑，而他正是天下第一剑客段贵章20年前丢弃在此处的。破阵啊破阵，没有想到你我还有再见的时候。段贵章便是要以这把破阵剑重出江湖，救出妻子。就在此时，抓走妻子的王龙客摆下7绝诛魔阵上门挑衅。段前辈，久仰你剑法通神，晚辈本不敢轻履武虚，不过王爷有令，晚辈不敢不从。王龙客所说的王爷自然是东平郡王安禄山，他此次前来就是奉命请段贵章到王府一叙。不过忌惮段贵章剑法厉害，便以他妻子要挟，请他自断右臂。段前辈，你看是你的右臂重要呢，还是尊夫人的性命重要？段贵章没有丝毫犹豫，缓缓拔剑出鞘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真的要自断右臂时，段贵章却忽然以一招龙行剑出其不意攻向轿前2名武士，然后飞步接剑向王龙客杀去。而轿中假冒妻子的叶落河忽然射出3枚透骨针，直击段贵章背心。铁磨勒情急之下飞身挡针，叶落河趁机冲出轿子杀上前去。段贵章侠势一怒，一招乱披风剑法直接破了王龙客的7绝诛魔阵。王龙客急忙旋身闪避，才不至于受伤。段前辈果然武功通神，在下甘拜下风。如果想见尊夫人的话，晚辈在长安东平郡王府恭候。到。段贵章查看铁磨勒伤势时，见透骨针毒性并不强，便舍弃住了20年的家园，带着铁磨勒进入山林给他逼毒疗伤，并告诉铁磨勒他的体质超越常人，是练武之才，将来必成大器。然后告别，前往东平郡王府营救妻子。铁磨勒本想跟随相助，可段贵章却说安禄山必定严加防范，人多反而容易暴露。可铁磨勒还是不死心，又想到安禄山是杀死父母的大仇人，便趁着义父熟睡时悄悄离开，前往长安。可打听了好久，竟没一人知道东平郡王府在哪儿。他只能先去酒楼歇息，没想到王龙客竟也在此。